女人在探险时发现了一颗诡异的矿石，仔细观察，矿石居然能在人的注视下发生形变，不管处于什么环境，矿石都恒温在了37度，跟人体的温度居然一模一样。这下艾比知道自己发财了，他赶紧拍下照片，准备发给专家估个价。就在这时候，父亲打来了电话。艾比刚说自己卖掉矿石后，就能攒够给姐姐治疗癌症的费用。So sorry, Abby. They are going to sedate her. Your sister's in so much pain. 听到这话，艾比赶紧让父亲停手，接着让同事开车把自己载到了机场，准备回家说服父亲和姐姐。为了给姐姐攒治疗癌症费用，艾比不得不背井离乡，来到了这个风景优美但环境恶劣的油矿工作。每当工作完成后，艾比都会在附近山上找核废料和矿石等值钱的东西。还好，今天他总算有了发现。现在的艾比归心似箭，直到坐上直升机后，他这才松了一口气。3年来，他这是第一次放松心神，来欣赏窗外优美的风景。就在这时，他突然发现不远的天空有鸟群出现。这个高度，鸟群可并不常见。在把消息告诉机长后，机长说他会注意避开鸟群。可谁都没想到的是，鸟群居然主动向他们袭来。这下飞机引擎遭到破坏，直接在空中失速。机长能做的就是控制好方向，然后迎接飞机和地面的撞击。随着机长不停的汇报下降高度，艾比也赶紧把安全带绑好。没过多久后，艾比的眼前一黑，整个人陷入到了昏迷中。当艾比再次醒来后，发现自己躺在了飞机的残骸里，飞机上的副驾驶已经去世，活下来的机长腹部也被划破，整个人的状态并不算好。艾比走出飞机后，发现飞机迫降在了密林之中，这地方肯定不会有人存在，这下只能借助无线电台了。在机长的帮助下，艾比不停用对讲机进行呼救，只不过并无任何人应答。现在艾比只能用最原始的办法自救，他拿出指南针和地图，确定了飞机的位置，从而得出结论：最近的公路在南边，距离这里有60公里。可鉴于现在是冬季的山区，哪怕是带着充足的食物和衣服，要想到那也需要3到5天，更别说现在机长还受着伤，走过去根本不现实。于是艾比只能另想办法，他拿出了飞机中的木箱，用打火机把文件和箱子点燃，借此希望有人注意到他们。可这渺小的火光对于整个大山来说，无异于沧海一粟，根本不会引起任何人注意。最近忙着开导我想换工作的表弟，整得我更新频率都拉低了。还好我朋友之前告诉我，得找平台实地验证过的普工工作，有保障，还放心，还得是58同城，找工作上岗快呀，还能 AI 面试，边聊天边求职，效率超高，而且24小时不回复平台直接赔付，工作搞定，还能找房东直接租房，很方便，事事可成，58同城。第二天，艾比在睡梦中醒来，他来到机舱准备叫醒机长，却发现机长已经溘然长逝。接下来，狼的嚎叫在不远处响起。很显然，森林里并不是人类的主场。艾比跑出飞机，直到这时他才看到了白茫茫的群山和森林。很显然，这地方就是个无人区。现在的艾比只能自救，他开始搜集飞机上有用的物资。医疗急救包被他放入自己的包中，随即他还在机长身边找到了一把手枪，这正好让艾比用来防身。把所有东西都整理好后，艾比准备朝着南方的公路前进。他刚走了几步，就听到飞机上的对讲机传来了声音。艾比用最快的速度跑向了飞机，却发现发出声音的对讲机并不是飞机上自带的那个，而是来自于机长身上的便携式对讲机。鉴于那传来的声音断断续续，艾比认为这是对讲机没电了，他手动改造了一下线路，让飞机上的电池能给对讲机充电。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时间。虽然身处绝境，可艾比的心中却充满了希望，因为他认定这神秘的矿石可以救姐姐一命。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，艾比打开了对讲机频道模式。看到对讲机能正常工作，艾比赶紧不停调整着频道，并且说明了自己现在的情况，希望有人能够给自己提供帮助。可在一个个的换了频道后，没有任何人给艾比回答。直到艾比把信号调在了紧急频道后，终于有了回应。可那人的话也让艾比心凉了半截。他说自己叫做约翰，也是一个飞行员，他的飞机也在不久前坠机。艾比原以为自己迎来的是救援，可没想到对讲机的那头也是一个倒霉蛋。约翰说他的腿被卡在了座位上，整个人动弹不得。他的面前是森林，身边有一个大湖。艾比在地图上赶紧确定约翰的位置后，发现只需往北30公里就能到达。听到这话，约翰给了艾比一个定心丸。
Okay, so if I can fix your antenna, then we can both be rescued. 不管怎么说，30公里总比60公里要近得多。艾比乘坐的飞机上也没什么食物，搞不好艾比还能在约翰那饱餐一顿。既然已经决定，艾比也不犹豫，他径直朝着北方出发，希望修好约翰的电台后，两人就能回家。可艾比忘了这里是无人区，同一片区域同时坠毁2架飞机，难道世界上真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发生吗？自己的飞行员已经死去，可约翰却能活下来，难不成约翰他就这么命大？